大家好，今年2月，突然之间，西方媒体密集报道所谓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全引用美方的说法，怀疑这是中国为了刺探美国情报而采用高空气象间谍气球。对的，德国媒体确实用的是间谍气球这个词。我们看德国媒体报道有多密集，谷歌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间谍气球，全是从2月份开始以来各种德国媒体的报道。任何有哪怕一点点知识的人都知道，中国拥有高端卫星的数量至少应该位于世界前3吧，连高分辨率的卫星都有了。如果中国真要刺探美国情报，用得着这么原始的方式吗？卫星飞越一次美国就全部扫描了。但没办法，从过去几年美国针对中国的各种骚操作来看，为了搞臭中国，他们什么下贱的手段都用得上。反正他们掌握着全世界最大的宣传机器，而且大部分地球人的分辨能力其实很低，西方人傻不拉几的，被洗脑了还不自知，所以这种低级的新闻他们也是相信的，就像所谓新疆的假新闻也一样。因为这个所谓间谍气球，连美国国务卿都临时取消了访华。上个礼拜，他在厚颜无耻的多次请求访华后得以成行。德国媒体一直在引用美方的说法，说是中国的间谍气球，间谍，我的耳朵都起老茧了。如果说监听监视他国，老美说第2，绝对没有哪个国家敢说第1。连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的手机都被监听了，而且还是盟友呢。每天都处在这种栽赃抹黑中国的媒体环境里，真的让人非常的烦。你说对这样的国家你还能有好感吗？反正我是做不到。在西方宣传机器不停地炒作中国间谍气球4个月后，昨天美国媒体终于引用全世界最大的战争机器美国五角大楼的消息来源，中国所谓间谍气球并没有收集美国的情报，而且该气球不具备收集数据及发送数据的能力，就是说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间谍气球。俗话说，造谣一张嘴，必要跑断腿。中国的名声在西方国家不佳，就是因为西方媒体主动配合他们的政府，一直在负面栽赃抹黑中国。美国现在承认中国的那个气球不是间谍气球后，如果我是中国外交部，我绝对第一时间要求美国公开当着全世界的面向中国正式道歉，赔偿名誉损失费1万亿美元。我认为只有以暴制暴，他们才不敢有下次。西方总是采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抹黑对方，真的让人极度气愤。我现在心里有1万匹草泥马在奔腾。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媒体怎么报道这个一直采用间谍气球的说法。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媒体德国国家电视1台的报道。五角大楼说气球没有收集情报。今年2月，一个中国气球在美国海岸被击落的事件引起了一场丑闻。五角大楼现在宣布，该气球在飞越美国期间没有收集任何情报，美国军方为此做出过贡献。据美国国防部称，2月份在大西洋上空飞行数日后被美国军方击落的疑似中国间谍气球并没有收集情报。这是根据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赖德的一份声明。正如你们当时听到的那样，我们知道该气球具有情报收集能力，莱德告诉记者。但当时，而且现在我们的评估是，在经过或在它飞越美国时，没有收集到任何东西。根据该声明，美国采取了措施限制气球的情报收集。莱德说，这些努力肯定是有贡献的，但没有做出进一步解释。北京否认所有指控。一个中国气球在美国上空长达数日的飞行，在今年年初曾导致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一场风波。一架美国战斗机最终在美国东海岸地区击落了该气球。根据美国的说法，这是一个中国的间谍气球。当时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取消了原定于2月份的访华行程。北京政府拒绝了美国的指控，说是一个用于气象的民用气球偏离了航线。当时一位美国官员说，该气球有几根天线。据他说，
它配备了足够大的太阳能电池，以产生必要的电力来操作几个主动侦察传感器。布林肯取得的进展不大。上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补上了他的中国之行。在他离开前不久，乔拜登总统淡化了气球事件，说他不相信中国领导人知道气球在哪里，以及里面装的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在布林肯访华期间，双方都表达了稳定受损关系的意向。美国和中国同意恢复外交程序。国家元首和党魁习近平去年在巴厘岛与拜登达成了协议，然而北京拒绝了华盛顿提出的恢复两国军事方面定期交流的请求。拜登称习近平是独裁者。美国总统拜登称赞他的首席外交官上周一的行程是他的工作干得很棒。拜登说，我期望在不久的将来与习主席会面。然而此后不久，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次竞选活动中把中国国家和党的领导人习近平比作独裁者，引起了对方的不满。北京做出了愤怒的反应。外交部发言人说，这种比较是极其荒谬和不负责任的。拜登的言论没有事实根据，违反了外交礼仪和中国的政治尊严。共和党人批评拜登政府对气球的处理方式。目前五角大楼关于中国气球的说法也有其国内政治因素。共和党人批评了民主党总统拜登政府的行为，包括迟迟不把气球打下来。考虑到2024年的总统竞选，拜登希望再次为民主党参选，对气球的处理仍可能起到一定作用。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电视一台推特账号上关于此报道的读者评论。第一个，那是一只非间谍的间谍气球，犹如野蛮的美国西部先开枪后问话。下一位，这样对中国公司进行军事打击也是不错的。下一位，很好很好。那么其他3个被击落的物体呢？据说既没有照片也没有残骸。五角大楼对此保持沉默。下一位，真是一场廉价的抹黑喜剧。下个月，耶伦夫人希望获准前往中国，并从中国获得新的金融保证。热闹人也不会有好结果，热闹人也不会有好结果。下一位，什么？那只是一只气象气球，你我自己都想得到，我相信其他人都会这么想。下一位，如果双方坐下来谈谈，就不会有这么夸张的反应了。不幸的是，他们甚至不喜欢对方的牙疼。德国知识补充，不知道这位说的牙疼是否有其他含义，如果没有，从中国人角度看，我觉得这种说法怪怪的。下一位，谢天谢地。好，我们看这位读者贴出的图很有意思，图上的文字翻译出来就是美国炸毁了北溪管道，而且它是用复数，也就是2条管道，他认为都是美国炸的。下一位，全是宣传。下一位，是的，只有20份关于间谍气球的报道，没有首先等待调查，而德国电视一台的每日新闻通常要求先调查事实。不过好在，对于 Rammstein 中国、俄罗斯来说，无罪推定并不适用于德国国家广播电视台。下一位，现在的真相将进一步恶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下一位，确实如中国人说的那样，是一只偏离航线的气象气球，但首先营造第3次世界大战的架势。下一位，这就是他们把事情搞大，以便分散对其他重要问题的注意力。我想当时有关于亨特·拜登的事。下一位，与当时的俄罗斯门事件一样，只要是来自美国的东西，但德国电视一台就不加检查的传播一切。下一位，这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个友好姿态，哈哈哈哈。下一位，你们这些人自己对这些谎言心存感激，就像北溪1号和2号一样，当时你们马上就认为是俄罗斯人干的。好，接下来少数几条评论也都在揶揄嘲笑美国，看来读者及观众们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民进周刊的报道以及他们读者的评论。民进周刊开头是这样说的：五角大楼报告，
中国气球没有收集情报。2月份飞越北美上空，然后被击落的是一个间谍气球吗？根据五角大楼的说法，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该气球无法收集和发送任何东西，美国会确保这一点。随后在报道的其他部分却又重复以前的文字，说美方怀疑是中国建的气球，军方用战斗机把它打下来，美方派出专家去打捞气球残骸。中方否认美方说法，中方说是一只偏离航向的气象气球。好，我们接着看读者评论吧。这是一篇相当混乱的文章，但是如果气球上配备了特殊的中国传感器和设备，来拍摄照片、视频和其他信息，并将其发送到中国，那么它显然不是一只气象气球，而是间谍工具，是美国人成功的通过电子方式让气球与中国的无线电无法联系。下一位，这是一篇非常混乱的文章。首先，它的开头就大嘴巴，美国会确保这一点。紧接着又说，美国人只是怀疑没有收集或发送任何东西。然后是故事的第3个版本，即美国人限制了气球的功能。现在到底怎么回事呢？下一位，有趣的是，美国查看每个人，真的是每个人的衣物，监听所有基本的通信手段，甚至是美国的伙伴和北约盟国最高官员的通信工具。当时甚至是德国总理的手机，今天也是如此。扫描所有国家互联网上的数据流量，在没有得到这些国家的允许下，只要美国人想这么做。可是如果有人发送一个气球，他们当然是不准这么做的，这太可笑了吧。下一位，拜登先是派他的国务卿去中国，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果。第二天他又侮辱中国人，现在又用气球来做这种无稽之谈。拜登政府的政策完全混乱不堪。德国知识补充，这位读者说拜登第二天又侮辱了中国人，估计是指在一次筹款会上，拜登头脑混乱，说了句中国领导人是独裁者。下一位，那么下次中国人应该造一个能更好的保持航向的东西，完全能够理解美国对其领土上空的动机不纯的飞行器采取了这种行动。下一位，原来是空穴来风，中国和美国应该停止对抗。德国知识点评，这位读者表面上中立，其实不是，他说中国和美国应该停止对抗，其实他内心是认为中国与美国一样在搞对抗，但是我们中国人大概都知道，搞对抗的绝不是中国，挑事的完全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只是消极应对的另一方而已。下一位，一个国家是否有权阻止未经许可侵犯其领空的飞行器？德国知识点评，这就是西方媒体无耻的地方。美方利用一个气象气球，开动其宣传机器，大张旗鼓地搞中国威胁论。打掉气球当然没有问题，但无耻的是在气球上大做文章，怀疑是间谍气球，其目的当然是妖魔化中国，这才是事件本身的邪恶之处。而同时，据中方说，美国也有几个气球飞越中国，但这个世界上只听得见西方的声音，而听不到中国的声音，这才是让我非常愤怒的地方。不过愤怒有什么用呢？所以还是要继续壮大国家实力，君子报仇10年不晚。下一位，美国人用气球做文章的主要目的是创造一种反中情绪，现在他们有了其他目标，也许他们想向北京兜售美国政府国债，2个月后事情看起来可能又会非常不同。德国知识点评，所以对西方这种言而无信的国家，即使美国国债收益再好，也不应该再买什么美国国债了。你救他，他到时回头给你捅刀子，这就是西方文化的邪恶之处。当然，这只是本人不成熟的观点，买不买美国国债不是我说了算。下一位，气球根本不应该在那里，所以把它打下来了。小习的气球背后并没有什么野心。德国知识点评，我觉得这位呢是在说讽刺的，他其实认为这个气球背后有野心。好，我们继续往下。然而结果却被如此公开的通报，
这只说明了美国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制度。当然，感兴趣的圈子在论坛发文时口沫横飞，但这在民主国家也是允许的。好了，朋友们，我们就翻译到这里吧。大家肯定也发现了，民进周刊的读者评论中反华挺美的比例相当高。我不认同有的网友说是台湾的1450在这里写。民进周刊一般以特别负面的态度报道中国，其中栽赃抹黑的情况很多，所以通过洗脑，读者们的观感吧，能好到哪里去？不过至少这算是德国主流媒体的后续报道，至少让一些人知道了，这并非中国的间谍气球。不过前面说的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中国人很冤呐。